现播报一则星际和平公司 S 级通缉令：黄泉，女，出生年月、现居住地、故乡世界不详。听说是个待人和善的谜语人呢。他自称属于巡海游侠，是消灭了若干个公司通缉犯的重大嫌疑人，其中就包括了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某官邸灭门惨案。追捕了很多嫌犯，但自己却变成了嫌疑人。在此，公司特向社会求助征集线索，如您看见此人，请立刻通过本栏目下方的评论留言功能，将时间地点告诉我们，公司将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，并奖励这么多赏金的。关于这位神秘的嫌疑人，节目组特请来一位 bug 级占卜师，帮助我们进一步探寻黄泉的蛛丝马迹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欢迎黑天鹅。黄泉行事低调，谜团重重啊！关于他的传言真假难辨，公司很是困扰。您有什么建议吗？故事也许会骗人，但记忆不会。黑天鹅老师真的是干一行爱一行啊！好，一同来看看黑天鹅带来的珍贵异炮。黄泉呢是虚无命途的雷属性角色，他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桃。那接下来让我们观察一下黄泉的普攻。普攻时，黄泉会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基于自身攻击力的雷属性伤害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带来的异炮，你怎么不观察得仔细一点？且看黄泉的充能机制似乎与此前的其他角色都有所不同，唤作残梦。释放战技，黄泉立即增加一定点数的残梦，随即为指定敌方单体附上一定层数的极针翅，并对该目标及其相邻目标造成基于它攻击力的雷属性伤害。累积足够残梦后，黄泉便可释放终结技。他拔剑出鞘，褪去右手的禁锢，墨雾般洒落的黑色雨滴带走一切，在如同黑洞一般吞噬的世界里，空余血色。哎呦，太可怕了！我读取过无数记忆，唯独在他的记忆中，万物的色彩尽数褪去。我看呐，他要么是脑袋空空，要么是藏得高明。了不得！终结技期间，黄泉竟拥有3次自主选择攻击目标的机会。每次攻击，黄泉都将对选定的目标造成一定雷属性伤害，并消去目标一定层数的极针翅。而每次消去极针翅，又将对敌方全体造成雷属性伤害，伤害倍率随档次攻击消去层数提高。最后，在收刀之时，黄泉还将对敌方全体造成基于自身攻击力的雷属性伤害，并移除场上所有极针翅。这刀连因果都能斩断。黄泉这样处处与众不同，必定藏着巨大的秘密。往下看吧。得益于黄泉的天赋，又与众不同。他在终结技期间能够无视弱点属性，直接削减敌方韧性，并使敌方全体的全属性抗性降低。此外，场上任意单位，注意是任意单位哦，在行动中使敌方目标陷入负面效果，黄泉都将获得1点残梦，并为该目标附上一层极针翅。不论敌我，一切皆可为我所用。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。说回黄泉的天赋，当持有极针翅的敌方目标被消灭时，其持有的极针翅将会转移给全场极针翅最多的敌方单体。如此看来，能够使敌人陷入负面效果的队友，将会让黄泉造成的伤害收益最大化，否则就影响黄泉发挥了。败增分明，杀伐果决，却也待人和善。还雨露均沾。黄泉释放秘技进入战斗后，在每个波次，注意是每个波次哦，开始时都将使自己在下一次终结技后获得一定点数的残梦，并为敌方随机单体附上一定层数的极针翅，同时对敌方全体造成基于他攻击力的雷属性伤害，并无视弱点属性，削减敌方全体韧性。而在此之前，最与众不同的点在于，如果面对的是普通敌人，黄泉会将其直接斩杀，不会进入战斗。如果此时没有击中敌人，则不消耗秘籍点。哎呀，黑天鹅女士，我越来越觉得她做事似乎有一套自己的规则。她到底是怎样的人呢？我能带来记忆，但如何解读记忆，你该有自己的方式。今天节目里谜语人浓度怎么那么高啊？
行走宇宙间，黄泉所到之处似乎总是不大太平。解锁行气后，黄泉在进入战斗时便能获得一定点数的残梦，并为敌方随机单体附上一定层数的极针翅。黄泉对该敌方单体释放战技，使其再次获得一定层数的极针翅。队友对同一敌方单体进行普攻，使其陷入灼烧状态。黄泉获得一点残梦，并使该目标的极针翅增加一层。队友见效果拔群，再次对同一地方单体施加负面效果，黄泉的残梦和敌人的极针翅继续增加。敌人忙不迭想要反击，谁知弄巧成拙，反而触发了黄泉队友给他带来的负面效果。不仅黄泉的残梦增加一点，还是自己再加一层极针翅。OK， 终结技启动！黄泉毫不犹豫，无色的雨中，唯有挥舞利刃的他，在天地间斩杀出血红的刀痕。敌人小团队就这样轻易的消散于世间。下班，收工了。就像不曾存在过。一番分析下来，我们了解了黄泉的方方面面。但我最关心的其实还是1年内我有没有机会意外发财、提前退休啊？这不难，请稍等片刻。关于你所询问的未来，我的建议是，不如睡觉吧，梦里什么都有哦。好，好，老金。